重生回来。我很清楚，1周后世界将被丧尸占领。我叫冯军，江城出了名的花花公子。然而江城爆发丧尸病毒，我被分尸惨死。意识模糊时，一道金光闪过，我竟重生回丧尸。爆发前7天，上一世病毒从病毒研究所传出，3天内全球90%的人被感染。我要动用我的超能力，打造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。我突然想起，西部卡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座废弃炼油厂正在拍卖，冷战时期的绝密工程建在沙漠地下80米深处，配套完整的地下储油设施和独立发电系统。因地理位置偏远，维护成本太高，一直无人问津。最关键的是，地下还有3条延伸数公里的运输隧道和一座小型地下城，这不就是天然的沙漠堡垒吗？我立刻联系能源部拍卖处，出价15亿，全款买下炼油厂，包括地下设施。电话那头一听知道我富少身份，立马成交。当天下午拿到产权，我包了架直升机，直奔沙漠。炼油厂隐藏在荒无人烟的沙丘深处，入口是一道伪装成废弃设备的超厚钢铁闸门。我输入密码，闸门轰隆打开，露出一条宽30米、高20米的巨型斜坡隧道，直通地下深处。坐着越野车沿隧道下行10分钟，眼前豁然开朗。这是一个挖空岩层形成的巨型地下空间，长1000米，宽500米，高40米，能容纳数千人居住。头顶是厚达50米的岩石层，四周是军用级加固混凝土。地下空间中央矗立着巨大的炼油设施，虽已停用，但设备完好。旁边是10个巨型地下储油罐，每个能储存5000吨石油。检查后发现，罐内还封存着总计3万吨原油和成品油。我兴奋地继续探索，发现了更多惊喜：独立的燃油发电站，可运行20年；地下水源净化系统，日产300吨淡水；空气循环净化系统，5个巨型仓库，3条逃生隧道，分别通往50公里外的不同方向。这里身在地下，四周是沙漠，丧尸永远找不到，就算找到了，也穿不过沙漠。而且有石油永久供电，有地下水永不缺水，这才是真正的末世天堂。距末世爆发还有6天，我要把剩余35亿全部砸进去，把这座沙漠地下堡垒改造成人类最后的诺亚方舟。7天后，丧尸降临。作为江城富少，我要花50亿把废弃炼油厂改造成沙漠地下堡垒。买下炼油厂当晚，我就开始疯狂行动，花2亿请来石油工程师、军事专家和工人，给10倍工资，要求4天内完成发电系统启动和堡垒改造。首先改造地面防御，我让工程队在地下入口隧道安装3道超级闸门，每道厚度1.5米，重达150吨，能承受火箭弹轰击。隧道内每隔100米安装可遥控的防爆门，并在顶部开凿流沙投放口，一旦有入侵者，直接释放流沙掩埋整条隧道。地面上我建了12座伪装哨塔，外表看是废弃设备，实际内部装有遥控重机枪和导弹发射器。方圆10公里埋设了3000个地雷和红外感应炸弹，形成环形火力网。军火这块我动用关系，花5亿从俄罗斯黑市紧急购买100枚退役火箭弹、50枚反坦克导弹和20挺重机枪。这些武器连夜通过货机运到，我让专家把它们分散安装在哨塔和地下武器库，然后疯狂囤积物资。我从全国各地紧急调货，80辆货车昼夜不停往堡垒运，罐头食品600吨，冷冻肉类400吨，大米面粉500吨，各种调料30吨，全部存放在5个巨型冷库里，按50人消耗，够吃20年。我还花5000万买下3家医药公司的现货库存，在堡垒西侧建了个300平米的专业医疗中心，配备 CT 机、呼吸机、血液透析机等设备，能源系统全力推进。燃油发电站在48小时内成功启动，当巨大的涡轮机轰鸣运转，整个堡垒瞬间灯火通明，那充满力量的嗡鸣声让我热血沸腾。这是永不枯竭的能量源泉，配合地下水净化系统，我永远不缺水电。最关键的改造是生态系统，我花1个亿在堡垒北侧建了座占地8000平米的4层地下温室，种上各种蔬菜、水果、土豆，甚至小麦，利用发电站富余电力提供24小时照明，配合自动化营养液循环系统，这里每月能产出3吨新鲜食物。我还从养殖场空运来大批鸡鸭鹅苗和猪羊，在堡垒东侧围出5000平米建大型养殖场，确保有新鲜肉类和蛋奶，甚至还建了个鱼塘养殖淡水鱼。4天时间，我在堡垒改造上砸下12个亿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疯子败家子，只有我知道，末世来临后，这座沙漠地下堡垒将是全球最安全的避难所。我花15亿买下一座沙漠中的炼油厂，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，因为我知道3天后世界将迎来一波丧尸狂潮。堡垒改造进入第3天，我把注意力转向机动能力和防御系统。沙漠堡垒虽然安全，但必须有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。我花8亿从军方退役仓库买来10辆重型装甲运兵车，每辆长12米，重30吨，装甲厚度30毫米，可抵御重机枪扫射。我让团队加装车顶遥控重机枪塔、防撞钢板、防爆轮胎、MBC 3防系统、卫星通讯设备。车队中还有2辆改装油罐车、1辆指挥车，以及装载火箭弹发射器、电磁干扰设备和医疗设施的3辆特种作战车。3条地下逃生隧道全部升级，隧道壁加装钢板，每隔500米建武器储备站，安装轨道电车系统。3条隧道出口分别位于50公里外的不同沙丘，伪装成天然岩石。我还花3亿在出口各建一座地下前哨站，能让20人驻守1个月。堡垒4个角落安装了4套便携式防空导弹发射器，每套配备20枚导弹，能打击10公里内的空中目标。地下指挥中心全面升级，安装30台监控大屏、卫星通讯系统、军用加密电台、气象雷达，在堡垒方圆100公里内秘密安装50个伪装摄像头和传感器。我还采购了50架军用级无人机、30架侦察型配备热成像摄像头、20架攻击型可携带小型导弹。这些无人机可以24小时巡逻监控。为应对沙漠极端环境，准备了防风沙面罩、沙漠作战服、夜视仪、热成像仪、便携式制氧机、应急帐篷、太阳能充电板，全部按50人份准备。改造第5天下午，所有工程完工。我站在重新装修的地下指挥中心里，看着崭新的监控墙和沙盘模型，内心充满成就感。这座沙漠堡垒已经武装到牙齿，既是坚固要塞，又是机动堡垒。距末世来临还有2天。
我花了45亿打造沙漠堡垒和装甲车队，所有工程完成后，我又花了5亿招募了50名精英，其中包括30名退役雇佣兵。上一世我孤零零一人在废墟挣扎，这一世既然有钱有资源，为什么不组建专业团队？我在暗网发布招聘工作人员，年薪500万，雇佣兵年薪1000万，当天入职，不得对外透露。我挑选了50人，30名退役雇佣兵，包括中东老兵、特种部队、狙击手，5名石油工程师，2名外科医生，1名米其林厨师，5名安保专家，3名女科研人员，4名机械师。当晚50人被蒙眼接入堡垒，摘下眼罩，看到巨型地下空间、炼油设施和武器库时，全都震惊的说不出话。我直接摊牌2天后，世界将爆发生化危机。50人虽半信半疑，但看着眼前设施，还是点了头。接下来36小时疯狂熟悉系统，30名雇佣兵分3组负责堡垒防御、火力点机动作战，其他人员各司其职。我还采购了和牛、红酒、巧克力、雪茄。末世后，这些都是无价之宝，甚至买来3条军犬。末日前一天傍晚，我下令封锁堡垒，3道闸门全关闭，隧道口用流沙伪装。我在指挥中心通过卫星监控远方城市，屏幕上一切如常，人们完全不知道末日即将降临。末日前最后一夜，我独自站在哨塔上眺望沙漠，月光下沙丘起伏，寂静无声。8点55分，卫星系统传来警报，西北方向300公里外的城市冒起浓烟，频道里传来混乱的呼救声和枪声。末日来了，进入1级战备。50名成员看到监控画面上的混乱，终于明白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欢迎来到新世界，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在这片沙漠生活很多年。只因我是重生者，在所有人还在睡梦中时，我已经在地下堡垒里看着整个西北地区在一夜之间沦为地狱。丧尸病毒爆发比记忆中更快，从爆炸到城市沦陷只用3小时。我通过卫星看着外面，城市到处是人群和丧尸，高速公路挤满逃难车队。50名成员看着大屏幕，脸色煞白。天亮后，城市彻底沦陷，500万人口活着的不到1/10。上午10点，地面监控警报，数百辆车朝沙漠驶来，方圆10公里聚集上千人，无线电里全是求救。我冷笑没回应。上一世我心软收留陌生人，结果被杀。就在我准备驱逐时，地震仪突然警报，堡垒周围5公里出现异常震动，地面摄像头让我头皮发麻。沙丘下钻出一群变异蝎子，有牛犊大小，尾刺泛紫光，疯狂攻击难民。更恐怖的是，沙丘涌出更多变异生物，巨型蜘蛛、变异蛇，3米高的狼，眼睛泛血红光，它们朝堡垒移动。我立即启动防御12座哨塔开火，火箭弹轰然爆炸，但更多变异生物涌出，地雷不断爆炸，但怪物悍不畏死，几只巨型蝎开始挖掘地面。我派出快反小队，10辆装甲车轰鸣驶出，机枪疯狂扫射，特种车发射火箭弹炸出火海。战斗持续2小时，地面布满尸体，我们击退第一波，但代价惨重，损失3架无人机，消耗1/3弹药，2辆车被刺穿轮胎。就在我以为结束时，监测仪传来更刺耳警报：沙漠深处，一个体型超10米的阴影在地下移动。沙尘暴突然刮起，风沙中一只巨型沙虫钻出，身体粗如卡车，长达20米，全身岩石甲壳，嘴部是一圈圈獠牙。当这巨兽出现时，所有变异生物都停止攻击，像在臣服。它发出震耳咆哮，我握紧扶手，下令所有人撤回地下，关闭闸门。装甲车队掩护撤退，沙虫追击，但没追上。我看着监控，那只巨型沙虫在地面游弋，把这区域当成领地。从现在起，这座堡垒就是我们唯一的家，我们将等待，直到找到反击机会。50名成员握紧武器，眼神坚定。堡垒陷入黑暗，只有发电机轰鸣声回荡。沙漠巨虫把堡垒周围当成领地，我们被困地下3天。我通过地震仪追踪它的活动规律，发现每天正午它会潜入沙下休眠3小时，这是唯一窗口。第3天正午，我派出装甲车队趁机出动，朝最近的前哨站狂奔。沙虫突然从侧面钻出，一辆车被咬成2截，3名雇佣兵当场死亡，剩余车辆疯狂逃窜。我命令火箭车回身射击，5枚火箭弹轰在沙虫身上，岩石甲壳炸裂，露出血肉，它发出尖笑，竟喷出腐蚀性液体。2辆车外壳被溶解冒烟。就在绝望时，我发现它腹部有块巴掌大的软肉，我抓起通讯器怒吼，狙击手打它肚子。3名狙击手同时开火，穿甲弹精准命中，沙虫剧烈抽搐，紫色血液喷涌，它痛苦翻滚，砸它一座哨塔。趁机车队冲回隧道。闸门轰然关闭的瞬间，沙虫的尾巴扫在门上，整个堡垒都在震动。我瘫坐在椅子上，大口喘气，付出3条人命的代价，找到了它的弱点。找到沙虫弱点后，我决定主动出击，因为卫星监控显示更多变异生物正从4面8方聚集。雇佣兵队长猎鹰提议用爆破陷阱引诱，我让工程师准备50公斤 C4 炸药和遥控引爆器。第2天正午，10人小队驾驶3辆轻型装甲车出动，他们在距离堡垒3公里处挖坑埋设炸药，上面铺盖薄纱，用羊肉做诱饵。下午2点，沙虫准时出现，它嗅到血腥味巨大，身躯在沙下游动，激起10米高的沙浪。当它游到陷阱上方时，我按下引爆按钮，轰隆巨响，沙虫被炸飞，10几米腹部血肉模糊，疯狂翻滚，发出刺耳尖叫。我立即命令火力全开，装甲车机枪狂扫火箭弹，接连轰炸，无人机投下燃烧弹。沙虫身上燃起大火，它挣扎着想钻入沙下，却因伤势太重，动作迟缓。最后一枚反坦克导弹精准命中，它头部巨大爆炸，把它炸成2截，紫色内脏散落一地。战斗持续15分钟，当沙虫彻底停止抽搐时，全体成员爆发欢呼，我却没笑，因为监控显示远方沙丘上出现了3个同样巨大的阴影，他们闻到同类血腥味，正在快速接近。击杀巨型沙虫让全员士气高涨，但3只更大的沙虫正朝堡垒包抄而来。我立即下令回收沙虫尸体，这可是变异生物样本，也许能研究出对付它们的办法。3只沙虫在傍晚抵达，体型比之前那只大1倍，它们围着同类尸体转圈发出低沉咆哮。我紧张盯着监控，生怕它们攻击堡垒。奇怪的是，发生了3只沙虫开始啃食，同类尸体疯狂撕咬吞咽。半小时后，20米长的尸体被啃得只剩骨架。吃完后，它们没有离开，而是在堡垒周围游弋，像在守护领地。我意识到不妙，杀死小头目引来了大老板。更糟的是，它们的出现吸引了更多变异生物。第2天，堡垒周围聚集了上百只变异蝎子、巨型蜘蛛3米高的狼群，它们不攻击，彼此像在等待什么。科研人员解剖沙虫残骸，发现它体内有种紫色晶体，散发微弱辐射，这晶体似乎就是变异生物聚集的原因。我突然明白了，病毒不仅改变了生物，还在构建新的生态系统。
堡垒被3只巨型沙虫封锁，第5天所有人都快疯了，我必须找到突破口。科研人员发现晶体会发出特殊频率的电磁波，像是在呼唤同类。我灵机一动，如果能制造干扰信号，就能驱散这些怪物。3名科研人员日夜赶工，用军用设备改装出一台电磁干扰器，能模拟晶体频率，发出反向干扰波。第6天凌晨，我下令启动干扰器，巨大天线从伪装哨塔升起，发出人耳听不见的高频波，效果立竿见影。地面怪物们开始焦躁不安，变异蝎子互相撕咬，狼群四散奔逃。3只巨型沙虫更是痛苦翻滚，不断撞击沙丘。10分钟后，他们终于承受不住，钻入沙下逃离。方圆10公里的变异生物全部撤退，全体成员欢呼雀跃，我却保持冷静，这只是暂时赶走，他们不是永久解决方案。我命令工程队在堡垒周围建立10座干扰塔，形成永久性防护网。趁怪物退散，我派出车队前往最近的城市废墟搜寻物资。搜寻队长汇报了一个惊人消息：城市中心，他们发现了幸存者营地。装甲车队在废墟发现幸存者营地，我第一反应是不管，上一世我就是被幸存者背叛惨死，但队长说那里有3000人，还有军队驻扎。我调出无人机拍摄的画面，城市中心体育馆被改造成营地，外围是沙袋和铁丝网，里面密密麻麻，全是人。军方在维持秩序，但食物明显不足，到处是争抢和哭喊。我冷眼旁观这些人，注定活不长。但猎鹰提醒我，军队手里有重武器和专业人才，也许能交易。我让通讯员联系营地军方频道，说愿意用食物换武器和人才。对方沉默10秒后同意见面谈判。第3天，一支军队车队来到堡垒外10公里，领头的是个少校，叫李卫国，40多岁，满脸沧桑。他带来15名士兵和3名专家。我开门见山，要他们的火炮军用雷达和通讯设备，还有这3名专家作为交换。我给你们5吨食物。李卫国咬牙答应，但提出额外条件，能否收留他手下这15名士兵？我盯着他看了10秒，这是个有血性的军人，值得信任。收编李卫国的15名士兵后，堡垒战力大增，但2天后，卫星监控传来噩耗，那座3000人的幸存者营地被攻破了。监控画面触目惊心，数以千计的丧尸和变异生物包围体育馆，沙袋防线瞬间崩溃，人群尖叫逃窜，到处是血肉横飞。短短2小时，3000人的营地彻底覆灭。李卫国看着屏幕，拳头握出血。就在这时，雷达突然警报，一架直升机正朝堡垒飞来，通讯频道传来急促呼救。这里是运输直升机，载有23名营地幸存者，请求降落，燃油即将耗尽。我犹豫了23张嘴，意味着更多消耗，但李卫国恳求让他们降落，也许里面有用的。直升机摇摇晃晃降落在地面平台，舱门打开时，我愣住了，里面除了10几个惊恐的平民，还有5个穿白大褂的人，领头的是个30多岁的女研究员。他自我介绍叫陈月，是病毒研究所副主任，其他4人都是病毒专家。病毒研究所副主任陈月说，病毒爆发不是意外。他苦笑着揭露真相，原来3个月前，研究所接到上级秘密指令，要求加速研发一种能提升人类免疫力的基因药剂，项目代号黎明，由5个国家联合资助，预算高达50亿美金。陈月和团队日夜研究，从蝙蝠病毒中提取基因片段，结合纳米技术制成药剂。动物实验很成功，小白鼠的免疫力提升10倍，寿命延长3倍。但人体实验出了意外，第一批10名志愿者注射后，起初一切正常，第7天突然集体病变，他们体温飙升，皮肤溃烂，神智丧失，最后变成只知道进食的怪物。研究所紧急封锁实验区，但已经晚了。病毒通过空调系统扩散到整栋大楼，300名工作人员被感染。军方赶来时，感染者已经冲出大楼，病毒开始在城市蔓延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病毒还在持续进化。它不仅感染人类，还能改变动植物基因，制造出那些恐怖的变异生物。陈月团队进驻堡垒第3天，实验室建成，我投入5000万采购设备，但他说研究需要活体样本，必须抓活的丧尸和变异生物。我派出猎鹰带领20人的特战队执行捕获任务。第一次行动很顺利，抓到5只普通丧尸装进特制笼子，但返程时遭遇一群变异狼，10几只3米高的巨狼包围车队，眼睛泛着血红光。猎鹰果断下令反击，装甲车机枪开火，打倒3只狼，但狼群悍不畏死，其中1只跳上车顶，利爪撕裂装甲，1名士兵被拖出车，外惨叫声戛然而止。特战队投掷燃烧弹火墙逼退狼群，趁机车队全速撤退，狼群在后方追赶3公里才放弃。回到堡垒，20人只剩19人。猎鹰抱着战友的断臂，眼睛通红，但牺牲换来的样本很有价值。陈月解剖丧尸后发现，他们大脑中有个核桃大的紫色肿瘤，正是这种瘤控制着他们的行动。陈月的研究揭示，丧尸会持续进化。我立即加强防御，但第5天更糟的事发生了，电磁干扰塔突然失灵，方圆10公里的变异生物开始向堡垒聚集。工程师检查后发现，干扰塔的核心元件被强电磁脉冲烧毁了。这不是故障，是有东西在攻击我们的设备。我调出监控回放，看到惊悚一幕。凌晨3点，一个人形生物出现在干扰塔下，身高超过2米，全身覆盖黑色角质层，头部是一颗巨大的紫色晶体。他抬手发出蓝色电弧，瞬间摧毁干扰塔。这是进化型丧尸。陈月看着画面，脸色惨白。他已经拥有能量攻击能力，而且智商很高，知道破坏我们的防御设施。雷达显示，这个怪物正在接近堡垒。我立即下令1级战备所有火力点进入待命状态。怪物在傍晚抵达地面入口，站在钢铁闸门前，伸手触摸门体，似乎在感知内部情况。然后
他后退50米，双手凝聚出篮球大的电球，猛地投向闸门。进化型丧尸差点攻破闸门，我用流沙和燃烧弹勉强击退他。但3天后，雷达显示出现了5个同样的热源信号，更多进化体来了。陈月在实验室分析那只怪物的残骸，发现它体内的紫色晶体已经和神经系统完全融合，这意味着病毒进化到了新阶段，开始制造智慧型怪物。更可怕的消息来自卫星监控，各大城市废墟中这种进化体的数量正在激增，他们像是在组织丧尸大军，建立某种秩序。我召开紧急会议，所有高层围坐在指挥中心。猎鹰认为应该主动出击消灭它，李卫国建议加强防御，坐等时机。陈月则希望捕获活体拯救。我权衡再三做出决定，加固防御，同时准备突袭计划。工程队连夜在闸门后增设3道钢板，每道后2米，所有隧道布满地雷和燃烧装置。同时，我批准猎鹰组建一支20人的斩首小队，配备最精良装备和反器材步枪，目标是狙杀进化体，阻止他们聚集。斩首小队突袭成功击毙3只进化体，但剩下2只反应极快，他们瞬间散开，一只发射电球炸毁2辆装甲车，另一只冲向小队利爪，撕裂一名士兵的胸膛。猎鹰怒吼着用反器材步枪连射穿甲弹打爆一只怪物的头颅，最后一只想逃跑被埋伏的狙击手一枪击中腿部，他摔倒在沙地上挣扎着想爬起。猎鹰冲上去用电磁矛贯穿他的胸口，战斗结束，代价是2死5伤。我下令快速回收尸体撤退。陈月带人解剖进化体，他的发现让所有人倒吸凉气。这些怪物的晶体中存储着大量信息，通过特殊设备读取，竟然能看到他们的记忆画面。画面显示，在某个巨大的地下空间里，数以万计的丧尸聚集，中央耸立着一只体型巨大的进化体族，有5米高，浑身紫色晶体闪烁。他像国王一样坐在用骨头堆成的王座上。更恐怖的是，周围还有10几只和他差不多大小的进化体在交流，虽然听不懂语言，但能感受到他们在策划什么。发现丧尸王的存在后，我意识到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如果这些怪物真的组织起来，再强大的堡垒也守不住，必须联系其他幸存者基地，建立联防。我让通讯员搜索所有频段，3天后找到7个幸存者。我用加密频道联系西北军区，对方是个老将军，叫张豪，60多岁，声音洪亮。他听说我有完整的研究设备和病毒专家，立即提议建立联盟。但他提出交换条件，希望派遣一支100人部队驻扎在我的堡垒，共享防御资源。我犹豫了，这意味着要分享我的秘密。李卫国劝我同意单打独斗，走不远联合才有希望。何况军区有重武器和专业人才，对我们只有好处。我权衡3天后答应了。1周后，张豪派来的部队抵达，100名精锐士兵，10辆主战坦克，2架武装直升机，5门自行火炮。领队是他的儿子张猛，35岁的少校。决定主动出击后，我们开始制定围猎丧尸王的计划。陈月通过研究进化体的晶体记忆，定位到他的巢穴距离堡垒200公里外的废弃矿坑，那里原本是个露天铜矿，深达300米，现在被丧尸占领成了他们的地下网。卫星热成像显示，矿坑聚集了至少5万只丧尸和上百只进化体。张猛主张动用重火力饱和轰炸，申请军区派出战斗机，投放燃烧弹，把整个矿坑变成火海。我否决了这个方案，丧尸王太聪明，肯定有逃生通道。陈月提出另一个思路，既然病毒是人造的，就一定有弱点，他需要活捉一只高级进化体，解析它的晶体结构，也许能找到克制办法。我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派遣精锐小队深入矿坑，引诱丧尸王现身，同时捕获高级进化体。猎鹰张猛和李卫国各带10人组成30人突击队，装备最先进的武器，电磁步枪热感应地雷，燃烧手雷便携式火箭筒，还有陈月研制的声波干扰器，能短暂影响进化体。突击队出发前，陈月拉住我，塞给我一个注射器，里面是淡绿色液体，这是他用原始药剂反向研发的抑制剂，如果有人被感染，立即注射，能延缓病毒扩散。我郑重接过注射器，带领30人突击队踏上征程。10辆装甲车满载武器和设备，2架武装直升机空中掩护。6小时后抵达矿坑外围，透过夜视仪，我看到恐怖的景象，整个矿坑密密麻麻全是丧尸，层层叠叠挤在一起，像蚂蚁窝一样。矿坑深处紫色光芒不断闪烁。张猛低声道：“保守估计有10万只老大，真的要下去？”我点点头，别无选择。我们沿着矿坑边缘悄悄下降，工程师打入岩钉，用绳索垂降。下降到100米时，一只游荡的丧尸发现我，他刚要尖叫，猎鹰一刀割断他喉咙，但已经晚了，尖叫声惊动了整个矿坑，无数丧尸抬头，血红的眼睛盯着我。下一秒，潮水般的丧尸朝我们涌来。李卫国大吼，投放燃烧弹，10几颗燃烧弹扔进丧尸群火墙，暂时阻挡他们。丧尸王比想象中更恐怖，浑身散发紫色光芒，周围10几只高级进化体像护卫一样守在两侧。当他睁开眼睛时，2道紫光如探照灯般扫向我们。
还没等我下令，丧尸王举起手，所有丧尸和进化体同时停止行动，像被按下暂停键。他竟然能精准控制数万水下。然后一个声音在我脑海响起，不是耳朵听到，是直接在脑子里回荡。他说：“人类，你们闯入我的领地是来送死吗？”我震惊了，这怪物不仅有智慧，还能心灵传音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大声回应：“我们是来谈判的。”丧尸王发出怪异笑声：“谈判？你们残杀我的子民，现在说谈判？”他一挥手，10只高级进化体扑向我。张猛怒吼开火，电磁步枪、火箭筒手、雷一齐发射，爆炸声震耳欲聋。3只进化体被当场炸碎，但剩下的冲破火力网。一只进化体扑向李卫国，他举起颗金盾，排格挡巨大力量，震得他手臂骨折。猎鹰从侧面突袭，电磁毛棍穿怪物后背，丧尸王的能量球如小太阳般耀眼。我怒吼散开，30人瞬间四散，能量球砸在原来位置爆炸，冲击波掀飞3辆装甲车。就在这时，张猛驾驶直升机从矿坑上方俯冲下来，机载机炮疯狂扫射，数百发子弹倾泻在丧尸王身上，但那层紫色晶体甲胄太坚硬，子弹只是打出火星。丧尸王抬手发出一道电弧，直升机引擎被击中，冒着黑烟坠落。张猛在坠毁前跳机滚落在地，肩膀受伤。我抓住机会，带着5名士兵冲向丧尸王。陈月给的声波干扰器全部启动，刺耳声波让丧尸王动作一顿。我举起特制的穿甲火箭筒，瞄准他胸口的最大晶体，轰火箭弹精准命中巨大晶体，出现裂纹，紫色能量泄露。丧尸王发出震天怒吼，周围所有丧尸开始暴走。糟了，我们陷入10万丧尸的包围！糟了，我们陷入10万丧尸的包围！猎鹰大喊：“老大撤退！”我咬牙下令启动 B 计划。李卫国按下遥控器，我们沿途布置的50颗 C4 炸药同时引爆，连环爆炸炸开矿坑四周的岩壁巨石，滚落砸死成片。被堵在矿坑深处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。我的手处碰到口袋里的注射器，陈月给的病毒抑制剂。突然灵机一动，我抓起注射器朝丧尸王扔去。猎鹰会意一枪打爆注射器，绿色液体溅在丧尸王胸口的裂纹上，效果惊人，抑制剂像硫酸一样腐蚀晶体，冒出白烟。丧尸王惨叫着后退，疯狂拍打胸口。他对属下的控制瞬间失效，周围丧尸陷入混乱。我大吼：“就是现在冲！”25人全力突围。李卫国扔出最后3颗燃烧弹开路。张猛用反器材步枪清扫拦路的进化体。冲出50米后，猎鹰突然摔倒一只丧尸，咬住他小腿。他一刀砍断丧尸头颅，但伤口已经发黑，感染了。猎鹰挣扎着站起：“你们走，别管我！”我冲过去架起他，想死也得回去再死。我们边战边退，终于冲进逃生隧道。工程师启动预埋炸药，炸塌隧道路。滚石封住追击的丧尸。猎鹰被感染后陷入生死边缘，我们连夜赶回堡垒。陈月立即把他送进无菌实验室。抑制剂只是延缓病毒，不能根治，他必须研制出真正的解药。接下来3天，陈月团队日夜奋战，从猎鹰血液中分离出病毒样本，结合进化体晶体的数据寻找破解方法。第4天，猎鹰开始出现异变，体温飙升到42度，皮肤出现灰色斑块，眼睛时而清醒，时而混沌。最可怕的是他腿部伤口长出指甲大的紫色晶体。我守在观察窗外，眼睁睁看着战友变成怪物。陈月红着眼睛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”抑制剂只能拖延，无法逆转。就在我准备下令人道毁灭时，猎鹰突然睁开眼睛，他的眼睛变成淡紫色，但瞳孔中有清晰的神智。他虚弱地说：“老大，我还清醒，但是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”什么声音？猎鹰痛苦地捂着头，那些丧尸和进化体，他们在呼唤我，想让我加入他们。我能感受到丧尸王的愤怒，他的晶体还没完全修复。第24集，猎鹰的情报让所有人陷入恐慌。通过病毒网络，他感知到丧尸王正在集结至少30万丧尸大军，目标是1周后同时袭击西北地区所有幸存者基地。我立即联系张豪将军，他起初不信，但当我让猎鹰准确说出军区基地的坐标和防御布局后，他沉默了。那些信息是丧尸王通过侦察进化体获得的。张豪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邀请各大基地领袖参加。通过加密视频会议，我第一次见到其他幸存者领导人，除了张豪，还有3个民间基地的领袖：钢铁城的前黑帮老大，绿洲避难所的富商，避风港的前市长。他们控制着从500到3000人不等的幸存者。我展示猎鹰获得的情报：30万丧尸分3路进攻，会在7天后同时抵达各基地。以我们现有力量，单独防守必然负面。钢铁城老大拍桌子：“那怎么办？坐以待毙吗？”我沉声道：“唯一办法是联合反击，趁他们分兵时各个击破。”担任联军总指挥后，我立即制定作战计划。根据猎鹰提供的情报，丧尸大军分东路10万攻击军区基地，3路中路10万攻击民间避难所，西路10万攻击我的沙漠堡垒。我的策略是声东击西，表面上各基地加强防御，实际上抽调精锐，组成5000人的机动部队，趁丧尸分兵时突袭矿坑老巢，直接斩首丧尸王。张豪派出2000名精锐士兵和30辆坦克，钢铁城老大贡献1000名帮派成员和大量枪支。绿洲避难所提供后勤补给和医疗支援。
避风港的前市长组织500名志愿者负责情报和通讯，加上我的800名堡垒战士，总计5000人的斩首部队辅助我。我把指挥部设在距离矿坑50公里的废弃军事基地。准备期间，陈月有了重大突破，他从猎鹰的变异晶体中提取出一种特殊抗体，这种抗体不能治愈感染，但能制造出病毒干扰弹爆炸后释放的气味，能让丧尸暂时失去行动能力。5000联军杀向矿坑时，我突然收到猎鹰的预警，他痛苦地说：“老大，这是陷阱，丧尸王知道我能连接病毒网络。”故意释放假情报，矿坑里埋伏着5万精锐丧尸和30只高级进化体。我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，但已经晚了先头部队的20辆坦克。刚到矿坑外围，地面突然塌陷，这是陷阱坦克坠入深坑底部布满削尖的钢筋。紧接着，四周沙丘炸开，数以万计的丧尸从地下钻出，形成包围圈。天空中出现10几只巨型变异蝙蝠扑向直升机，3架直升机被撕裂在空中爆炸。我咬牙切齿，这畜生在学人类战术。张猛吼道：“突围还是死战？”我扫视周围，5000人被5万丧尸包围，而且丧尸大军随时可能回援我，做了个疯狂决定，无退反进，所有部队跟我杀进矿坑。既然是陷阱丧尸，王肯定在里面。张豪在通讯大骂：“疯了，这是送死！”我咬牙道：“将军，要么全军覆没，要么博一线生机，杀了丧尸王这些怪物，群龙无首。”4000人杀入矿坑，与5万丧尸血战。我直奔丧尸王20名最精锐的战士跟随。丧尸王挥手，30只高级进化体迎战，双方瞬间交锋。张猛用火箭筒轰爆2只进化体，李卫国带领10名士兵组成盾墙挡住能量攻击。我趁机冲到王座前，举起陈月特制的震荡手雷。这手雷装填了高浓度抗体，能在近距离重创晶体生物。我扔出3颗，在丧尸王周围爆炸，绿色雾气笼罩他晶体甲胄，开始腐蚀冒烟。丧尸王暴怒，站起来，一拳砸向我侧身翻滚，躲开拳头砸在地上。整个矿坑都在震动，他的力量太恐怖了。就在这时，猎鹰突然冲进来，浑身紫色晶体已经扩散到半个身体，眼睛完全变成紫色，但他还保留着意识。他扑向丧尸王，双手死死抱住他的腿。老大，快攻击他头顶晶体武器，那是要害。说完，他体内晶体开始剧烈闪烁，他在燃烧自己的生命。我明白了，猎鹰要自爆。我眼眶湿润，举起反器材步枪，瞄准丧尸王头顶。丧尸王死后，全球范围内的丧尸同时陷入混乱，他们失去统一指挥，开始互相攻击或游荡。这是人类反攻的最佳时机，但代价惨重。5000联军损失过半，只有2300人活着走出矿坑。猎鹰的牺牲拯救了所有人。我下令收拾战场，带回丧尸王的晶体残骸。陈月拿到样本后，兴奋地说：“这是完美的研究材料，也许能破解病毒的终极秘密。”回到堡垒后，我主持了一场盛大葬礼，3700名牺牲的战士被安葬在沙漠中开辟的纪念陵园墓碑，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和事迹。猎鹰的墓在最中央，墓碑上写着“末世英雄”。葬礼结束后，各基地领袖再次开会，讨论如何利用这次胜利重建人类文明。张豪提议建立统一的人类联邦政府，整合所有资源，钢铁城老大统一，但坚持各基地保留自治权。绿洲避难所富商希望恢复贸易，重建经济体系。联邦成立半年后，表面上一片繁荣，暗地里却暗流涌动。各基地之间为争夺资源和权力开始勾心斗角。钢铁城老大暗中扣留分配给其他基地的粮食和武器，绿洲富商垄断贸易，哄抬物价。避风港市长则秘密招募武装，似乎在策划什么。最大的威胁来自张豪的儿子张猛，他在军队中培养私人势力，公然质疑我这个平民出身的主席。在一次军事会议上，他当众指责我指挥不当，导致太多士兵牺牲。我忍住怒火，平静地说：“如果没有那场战役，今天我们都不会在这里开会。”张猛冷笑：“那也不代表你有资格领导我。联邦需要真正的军人掌权。”会场陷入沉默。我知道很多人在观望，如果我示弱，张猛会立即夺权。我站起来，直视他的眼睛：“你想当主席？可以。”3天后，联邦广场公开竞选，让所有人投票决定。张猛愣住了，他没想到我会接受挑战，但话语出口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竞选获胜后，我立即着手改革，首先解决的是粮食危机。虽然堡垒储备充足，但2万多人的消耗惊人，必须实现粮食自给。我投入大量资源扩建地下温室，从5座废墟城市搜集种子、化肥和农业设备。陈月团队研发出快速催生剂，能让农作物生长速度提升3倍。3个月后，总面积达到5万平米的地下农场建成，种植小麦、土豆、蔬菜和水果，配合原有的养殖场，基本实现粮食自给。但新的问题出现了：能源短缺。堡垒的石油储备能支撑20年，可其他基地没有这个条件，他们依靠柴油发电燃料即将耗尽。我召集工程师团队研究可再生能源，西北地区日照充足，适合发展太阳能。我下令在各基地安装太阳能电池板，同时修复废弃的风力发电站。工作进展顺利，但在勘察风电站时，勘探队发现了一个惊人秘密：距离堡垒300公里外的戈壁滩下埋藏着一座巨大的地下军事基地。发现地下军事基地后，我秘密派出最信任的团队接管。这批武器装备足以武装5万人，绝对不能让其他势力知道。但纸包不住火，1个月后，钢铁城老大通过间谍得知消息，
他召集绿洲富商和避风港市长联手向我施压，要求平分军事基地的资源。我在联邦大厅与他们对峙，钢铁城老大拍着桌子：“冯军，你不能独吞，那是全人类的财产。”我冷笑：“当初成立联邦时，你们同意由我统一调配资源，现在看到好东西就想分，那联邦还有什么存在意义？现在看到好东西就想分，我们只是提醒主席不要忘记民主二字。”气氛剑拔弩张。就在谈判陷入僵局时，李卫国冲进大厅，脸色惨白：“主席，东边出大事了！”我立即调出卫星监控画面，让所有人倒吸凉气。距离联邦800公里外的东部城市群，出现了一支庞大的人类军队，他们有完整的装备和严密组织，正在系统性清剿丧尸，夺回城市。最震撼的是，这支军队规模达到5万人，是我们联邦的2倍多。东部军团的出现让整个联邦陷入恐慌，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所有争端暂时搁置，面对外部威胁，内部必须团结。我派出侦察无人机持续监控东部军团，他们的指挥官是原华东军区司令员王铁林，65岁的老将军。此人在军中威望级高手下都是职业军人。更棘手的是，他们有海军舰队支持，3艘驱逐舰、5艘护卫舰、10几艘补给舰，舰载武器包括导弹、舰炮、反潜系统，这是末世最强大的军事力量。陈月分析战力对比，如果开战，我们没有任何胜算，唯一优势是地形沙漠堡垒，易守难攻。张豪提出不同看法，也许可以谈判，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没必要自相残杀。我思考3天后，决定主动接触。我让通讯员联系东部军团，表明身份，希望和平对话。王铁林很快回应，同意派代表团谈判。1周后，10架直升机降落在南方边境，走下来的是王铁林的副官少将。面对东部军团威胁，我决定不坐以待毙。虽然硬实力不如对方，但我有2个优势沙漠地形和秘密军事基地的武器。我召集所有高层制定防御计划。张豪负责组织常规部队，张猛指挥快速反应部队，李卫国负责情报和侦察。我亲自掌控秘密武器库。首先在联邦边境构筑3道防线，第1道是雷区和壕沟，第2道是碉堡和火力点，第3道是装甲部队和火炮阵地。然后从秘密基地运出50辆主战坦克和100门火炮。这些冷战时期的老装备虽然落后，但在末世已经是重型武器。陈越提出关键建议，东部军团依赖舰队补给，如果能切断他们的后勤线，就能削弱战力。我眼前一亮，派出特战队潜入东部沿海侦察舰队停泊地。无人机拍摄回的照片显示，舰队停靠在一个天然港湾。我制定了一个大胆计划，防御相对薄弱，派遣敢死队驾驶快艇，携带陈越研制的高能炸药，夜袭舰队，不求全歼，只要炸沉几艘就能打击对方士气。李卫国的敢死队成功炸沉1艘驱逐舰，重创2艘护卫舰。东部军团的海军实力受到重创，王铁林震怒，下令全面进攻西北联邦。战争爆发，3万东部军团从3个方向压境。北路1万人进攻钢铁城，中路15000人直扑联邦首府，南路5000人绕道攻击我的沙漠堡垒。第1道防线在开战2天后被突破，对方火力太猛，我军伤亡惨重。钢铁城老大在通讯里大骂冯军：“你他妈的武器呢？再不支援，我们就完了。”我咬牙下令启动秘密武器库，50辆坦克和100门火炮连夜运往前线，同时从军事基地调出30架战斗机，虽然是老式米格和歼七，但能飞就是空中优势。第3天黎明，30架战机升空，东部军团正准备发动总攻时，战机从云层俯冲而下，火箭弹和航炮疯狂倾泻，敌军阵型瞬间大乱。他们没想到我们有空军，坦克部队趁机反冲锋，火炮齐射，覆盖敌军阵地。战争持续3个月，双方都精疲力竭，联邦弹药消耗大半。东部军团补给线拉得太长，我提出停战谈判，王铁林同意了。这次谈判在中立区域的废墟城市举行，我和王铁林面对面坐下，他比视频里更苍老，满头白发，但眼神依然锐利。他开门见山：“冯军，你很能打，但你应该清楚，拖下去对谁都没好处，不如握手言和，共建新中国。”我反问你，所谓的共建是让我臣服吧？王铁林摇头：“是合作。”我承认低估了你，你能在末世建立这样的基业，不是一般人。我提议东西分治，以我们现在的交战线为界，你管西北，我管华东，互不干涉。这个条件很诱人。我问：“如果我同意，你保证不再进攻？”王铁林伸出手，军人一言九鼎。我握住他的手成交，但我有个条件：开放贸易，共享科技。王铁林爽快答应，没问题。华东工业基础好，西北资源丰富，正好互补。就这样，末世第1个和平协议签订，中国大地分为东西2大势力，华东军政府和西北联邦。与华东军政府签订和平协议后，我把重心转回内部建设，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和重建城市。我投入大量资源修复5座废墟城市的基础设施，发电厂、水厂、道路、医院、学校逐步恢复运转。15000联邦居民分批迁入城市，结束地下和营地生活。陈越的科研团队取得重大突破，他从丧尸王晶体中提取出基因序列，成功研制出病毒疫苗。虽然不能逆转感染，但能预防健康人被病毒侵袭。全民接种疫苗后，人们终于不用再恐惧丧尸，清剿队可以更放心地进入废墟搜寻物资。但新的威胁出现了，变异生物没有随丧尸王死亡而消失，他们在野外繁衍进化，形成独立生态系统。有探险队报告，戈壁滩出现了体型超过20米的变异蜈蚣，能喷射腐蚀性毒液。
一支贸易商队在穿越秦岭山脉时，更可怕的消息来自南方，遭遇成群的变异猛禽。这些巨鸟一展超过10米利爪，能撕裂装甲车商队，全军覆没，只有1人逃回。得知避风港市长叛变，我立即召集核心成员秘密商议。张豪气得拍桌子：“这个王八蛋，当初要不是联邦，他早被丧尸吃了。”我保持冷静，先确认情报真实性。李卫国，你怎么发现的？李卫国拿出一份截获的加密电文，这是我们的通讯监听站拦截的。虽然加密了，但陈月破解出部分内容。市长答应给王铁林提供内部情报交换条件，是战后担任西北总督。我眼睛眯起，他已经和王铁林见过面了。李卫国点头。3天前，他借视察边境的名义，秘密会见了华东军政府的特使。这是重罪，但我不能立即抓捕避风港，有3000人口和1000武装人员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可能引发内战。我决定将计就计，让李卫国继续监控，同时给市长放出假情报，说我准备解除张猛的军权，削弱军方力量。果然3天后，监听站截获市长发给华东的情报，他照抄了我的假消息。我得到确凿证据，我立即下令，张猛带领500精锐士兵深夜突袭避风港，市长在睡梦中被抓。处决叛徒后，联邦暂时稳定，但我知道这只是表面平静，权力斗争从未停止。我需要建立更强大的控制力。我开始改革联邦架构，成立联邦议会，每个基地选举代表，共同制定法律和政策，这样既保证民主，又避免权力过于分散。同时建立联邦警察系统，专门维护内部治安，从各基地抽调公正可靠的人员，组建500人的警察队伍，李卫国担任警察总监。经济方面，我推行统一货币联邦币，废除各基地自己发行的代金券，统一货币便于贸易，也强化了联邦的凝聚力。绿洲富商起初反对，因为这损害他的垄断利益，但在我威胁切断他的物资供应后，他妥协了。半年后，联邦人口恢复到2万人，5座城市基本恢复运转，农业、工业、商业都在复苏，甚至有人开始办学校，让孩子们接受教育。就在一切向好发展时，北方传来惊人消息，西伯利亚方向出现了大规模人类迁徙，数以万计的难民越过边境涌入中国北方。俄罗斯难民带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震惊，病毒不仅在不同环境下变异，还在持续进化出新物种，如果冰霜巨兽南下，整个北方都会遭殃。我召开联邦紧急会议，张豪主张在北方边境建立防线，阻挡难民和怪物，但我反对这些难民是人类同胞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我提议接纳难民，但要隔离检疫，谁知道他们有没有携带新的病毒。同时派遣侦察队北上调查冰霜巨兽的真实情况。3万难民被安置在边境的临时营地，陈月团队对他们全面检查，发现大部分人营养不良，但没有感染。侦察队在北方边境附近发现了冰霜巨兽的痕迹，方圆10公里的草原被冻成冰原，树木动物全都冻成冰雕。队长用热成像仪扫描发现3个巨大热源，那是3只冰霜巨兽，它们体型如大象，浑身覆盖冰蓝色甲壳，背部长着锋利冰刺。就在侦察队准备撤退时，一只巨兽发现他们，它张嘴喷射白色寒气，侦察车瞬间被冻住，队员们弃车逃跑，寒气追着他们。冰霜巨兽威胁迫在眉睫，我下令北方边境进入1级戒备，同时联系王铁林，这次危机需要东西联手。王铁林很快回应，他也收到北方异常气候的报告。我们决定暂时放下恩怨，组建联合防御军。华东出兵2万，西北出兵1万5，在北方建立200公里长的防线。陈月研究侦察队带回的冰晶样本，发现这是病毒的另一种进化形态，它在极寒环境下发展出冰属性，与热带变异生物完全不同。他提出对策，火攻冰霜巨兽最怕高温，燃烧弹和火焰喷射器是最有效武器。我命令工厂日夜赶工，生产1万枚燃烧弹和300具火焰喷射器，同时在防线上挖掘壕沟，灌满燃油。一旦巨兽来袭，点燃壕沟，形成火墙。2周后，冰霜巨兽群抵达防线。卫星监控显示，至少50只巨兽排成扇形推进，它们所过之处，大地冻结成冰。我和王铁林并肩站在指挥所，看着监控屏幕。王铁林感叹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并肩作战。火墙暂时阻挡巨兽，但燃料有限，最多坚持3小时。我必须在此期间找到击败他们的办法。陈月突然有个疯狂想法，既然冰霜巨兽怕火，能不能用火箭弹直接轰炸他们体内的晶体核心？他从卫星热成像分析巨兽胸口有个高温点，那应该是晶体位置。我立即采纳命令，火炮部队瞄准领头巨兽的胸部，50门火炮同时开火，炮弹呼啸而出，精准命中目标，巨大爆炸震动大地。领头巨兽胸口炸开一个大洞，蓝色液体喷涌，他痛苦倒地，浑身冰甲开裂。其他巨兽看到首领受伤，集体暴走。不顾火墙硬冲过来，火焰烧灼他们的身体，但他们悍不畏死。第2道防线瞬间接战，装甲车机枪疯狂扫射火箭筒，连续发射。但巨兽太多了，一只冲到坦克旁边，寒气喷射坦克，瞬间冻成冰块。我亲自操控反坦克炮，瞄准一只巨兽的胸口，扣动扳机，穿甲弹击穿冰甲巨兽，轰然倒下。战斗持续2小时，联军击杀30只巨兽，但也付出惨重代价。全歼冰霜巨兽后，我们赢得暂时的胜利，但代价惨重，3万联军损失1万2。我和王铁林站在尸骸遍野的战场上，久久无言。王铁林拍拍我肩膀，小兄弟，这次多亏你的堡垒提供武器，要不然我们都完了。
我苦笑将军，这只是开始，病毒还在进化，天知道下次会出现什么怪物。我们回到各自的地盘，但保持着联络。这次并肩作战，建立了信任，东西两大势力的关系开始缓和。3个月后，陈月有重大发现，他从冰霜巨兽和之前的变异生物身上找到共同点，所有晶体都在向同一个方向共振。他推测地球某处存在一个母体晶体，控制着全球的病毒进化，找到母体也许就能彻底终结病毒。我立即组织全球范围的搜索，利用卫星和无人机扫描异常能量波动。2个月后，锁定3个可疑地点：南极冰盖下亚马逊雨林深处、撒哈拉沙漠中心。拒绝负伤后，我率领50人探险队前往撒哈拉，装备最精良的武器和探测设备。陈月也跟随队伍，他要亲自研究母体晶体。穿越沙漠3天后，探测器显示前方有强烈能量波动。我们接近一片沙丘，突然地面塌陷，所有人跌入地下。这是个巨大的地下洞窟，四周岩壁上镶嵌着无数紫色晶体，散发幽光。洞窟深处，一座水晶山拔地而起，高达50米，通体剔透。那就是母体晶体。陈月兴奋地冲过去，掏出仪器检测。数据显示，这块晶体的能量级别超出仪器上限。他颤抖着说：“这是病毒的源头，它在持续发射信号，指挥全球的变异生物。”我问：“能摧毁它吗？”陈月摇头：“摧毁它可能导致所有晶体同时爆炸，全球的变异生物会集体暴走。那该怎么办？”我焦虑地问。陈月思考片刻，也许能改变它的频率。如果我们能控制母体，就能控制所有变异生物。这是个诱人的想法。但就在我们讨论时，洞窟震动。面对水晶巨人，50人探险队瞬间进入战斗状态，但巨人只是静静站立，没有攻击他。再次传来意念：我无意伤害你们，除非你们试图破坏母体。我壮着胆子问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守护这东西？”巨人沉默片刻：“我曾经也是人类一个科学家，3年前被感染，但我没有失去意识，反而与病毒融合。现在我是连接者，沟通人类与新世界。”陈月震惊，已保留了人性。巨人点头：“病毒不是诅咒，是进化。它在改造地球生态，创造更强大的生命形态。人类可以选择对抗，也可以选择融合。”我怒道：“融合变成怪物？”巨人摇头：“不是怪物，是新人类。看看我，我拥有超越常人的力量、智慧和寿命。病毒赋予了我这些。”他伸出手：“冯军，你是人类领袖，加入我们，带领人类完成进化。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没有疾病、没有死亡的新世界。”我犹豫了，这个提议太诱人，但理智告诉我这是陷阱。陈月突然说：“如果病毒这么好，为什么会制造那么多失去意识的丧尸？”巨人叹息。水晶巨人发动攻击他，挥手发射水晶尖刺，我们四散躲避，尖刺击中岩壁，炸出深坑。我下令激活50把枪，同时射击，子弹打在水晶身上，只是溅起火星。这怪物比想象中更坚硬。张猛操控火箭筒，3发火箭弹轰在巨人胸口，炸开裂纹，但裂纹瞬间修复，他能自我愈合。陈月大喊：“攻击他和母体的连接点！”他脚下有能量线。我看到巨人双脚沿伸出紫色光线，连接母体晶体，那是他的能量来源。我瞄准光线，连射10发光线。巨人动作一致，修复速度变慢。我抓住机会，所有人火力全开，燃烧弹、手雷、火箭筒一起发射。巨人被火海吞没，他痛苦嘶吼。水晶身躯开始皲裂，但他没有倒下，反而朝母体走去，想重新连接。我冲向母体，身上绑满 C4 炸药，你们撤退，我来炸掉它。陈月拉住我：“不行，会引发连锁爆炸。”我甩开他，没有其他办法。炸掉母体，至少能阻止病毒继续进化。母体被毁，李卫国牺牲。我们撤出洞窟时，卫星传来全球监测数据，所有变异生物同时陷入混乱，他们失去母体控制，开始互相攻击或四散逃亡。王铁林在亚马逊的队伍，俄罗斯科学家在南极的队伍都发现，那里的异常能量消失了。撒哈拉的母体应该是主晶体，其他地方只是刺激节点。摧毁主晶体等于瘫痪了全球的病毒网络，这是人类的重大胜利。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回到联邦，我为李卫国举行国葬，上万民众自发前来送别。他是真正的英雄，用生命拯救了人类。安葬仪式上，我发誓，老李，我会建立你梦想的和平世界。失去母体控制后，残余的变异生物威胁大减，人类开始大规模反攻，收复失地。1年之内，东西联军收复20座大城市，人口也在恢复。从各地废墟找到的幸存者加入联邦，总人口突破10万，华东军政府人口达到20万。我提议东西正式合并，建立统一的新中国。王铁林同意了，他说自己老了，该退休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以为终于可以和平建设，但1个月后，绿洲富商突然失踪，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私人武装和3名顶级科学家。情报部门调查发现，富商在母体被毁前秘密，派人收集了大量晶体碎片。他想自己研究病毒，掌握进化的秘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在南方秘密建立实验室，强迫科学家进行人体实验。我立即派出特战队追捕。3周后，在云贵山区找到他的基地，但已经晚了。基地里传出惨叫和怪吼，我们冲进去，看到地狱般的景象。数百名实验体被关在笼子里，他们半人半怪，痛苦挣扎。富商站在实验室中央，浑身注射了改良病毒，他变成2米多高，皮肤覆盖紫色晶体，眼神疯狂。冯军，你毁了母体，但我创造了新的进化路径，看看我，这才是人类的未来。我怒吼：你这个疯子，你制造了多少怪物？富商狂笑：是败品而已。但我成功了，我获得了超人的力量。他一拳砸向钢铁墙壁，轰出大洞，刀屏震动，刀伤到富商，
但他的愈合速度惊人，伤口几秒钟就恢复。他咆哮着发动更猛烈攻击，拳脚带着破空声，每一击都能打碎岩石。我勉强招架，节节败退。就在快支撑不住时，陈月冲进来，他手里拿着一支注射器，这是病毒抑制剂的升级版，能瓦解他体内的晶体结构。他趁富商攻击我的瞬间，冲到他背后，一针扎进他脖颈。富商惨叫，他的晶体护盾开始溶解身体，冒出白烟。他疯狂抓扯，自己想拔出体内的晶体。我趁机举起震动刀，一刀砍下他的头颅。富商的身体轰然倒地，迅速腐烂成一滩黑色液体。陈月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差点就晚了。我们摧毁了实验室，解救出3名被囚禁的科学家。他们说，富商还有同伙一些贪婪的人，在各地秘密收集晶体碎片，企图复制病毒力量。我下令全国范围内收缴所有晶体，同时颁布法令，任何人私藏晶体，一律以危害人类罪处决。处理完晶体危机，我把精力转向重建文明。5年过去，新中国恢复了30座城市，人口增长到500万，工业逐步恢复，农业实现自给自足，孩子们在学校读书，年轻人在工厂工作，街道上重现车水马龙。虽然不如病毒前繁华，但充满希望。我的堡垒成为国家战略储备基地和科研中心，陈月团队在这里研究各种前沿科技、清洁能源、生物医疗、太空探索。没错，太空探索，我们从废墟中找到火箭发射基地，修复了3枚火箭。陈月提出计划发射卫星，重建全球通讯网络。国际上其他国家也在艰难复苏。通过短波电台，我们联系上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的幸存者政府。全球人口从病毒前的70亿锐减到不足5000万。我倡议成立联合国新政府，协调各国资源，共同重建文明。经过2年谈判，地球联邦正式成立，我当选为第1任地球联邦主席。就在人类以为危机已经过去时，太空监测站发现异常，一颗小行星正在接近地球，预计3个月后撞击。我决定亲自执行太空任务。陈月坚决反对，他说：“你是联邦主席，不能冒险，让我带队去。”我摇头，正因为我是主席，更应该承担责任。何况这个计划需要最有经验的人指挥。最终组建10人太空队，我陈月、张猛3名飞行员，4名工程师。我们将乘坐修复的火箭，携带核弹，飞向小行星。发射前夜，我站在堡垒顶端眺望星空，那颗小行星肉眼已经可见，像一颗暗红色星星。陈月走到我身边，冯军，如果我们回不来，你有什么遗憾吗？我沉默良久，遗憾没能看到人类真正恢复文明，但我不后悔。从重生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自己的使命。第2天，火箭点火升空，10万民众在发射场见证，火箭刺破云层，飞向太空。6天后，我们接近小行星，它比预想的更大，直径超过3公里，表面坑坑洼洼，像个丑陋的土豆。张猛驾驶登陆舱降落在小行星表面，我们在预定地点钻孔埋设核弹，一切顺利。